校准目标，锁定敌方航母群核心，开始充能。目标锁定，充能开始，充能完成，随时可以发射。让他们永远记住今天。发射！还有最后10分钟，给联邦燕国下达最后通牒：要么灭区，要么救人。那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早点开炮解决了算了。争取在1个小时内结束吧，我还准备回家吃饭呢。那是什么光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武器？这是仅仅一击，我们的航母便被直接摧毁。若是陆地上也有这种武器，那我们的陆军要如何抵挡？又来了！5号，快退！全部撤退！让陆军全部撤退！我叫叶恩，5年前意外坠入百慕大三角，同时绑定了终极文明系统，让我打造出7级文明战舰，才能离开。5年，整整5年，待在这不见天日的海底，终于，我造出来了！7级文明战舰雏形制造完成，请宿主命名。我是燕国人，就叫他祖龙号吧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。啥？这才新手任务？不会告诉我，我还要被困在这10几年才能出去吧？请宿主选择主线任务：1. 称霸蓝星；2. 绑定蓝星联邦任意区域，帮助其完成科技崛起。那里是燕国7级星际战舰的装载，虽说足以称霸蓝星，但我可是燕国人，而且大燕东区科技一直被其他区域限制封锁。系统，我选择绑定燕国。绑定联邦燕国成功，请迅速前往，帮助其实现科技崛起。科技每提升1阶段，都能获得丰厚奖励。好，燕国，我来了。系统提示：时速200公里，预计60小时后抵达联邦燕国。60小时？怎么那么久？7级文明战舰动力要求起步是暗动力，但宿主改造过程中将动能更改为核动力，速度减损。暗动力，真要按标准执行，怕是得再在底下多待10多年。哼，罢了，反正2天就到，老子等得起。这干什么吃的？这么高等级的战舰之前都没发现，赶紧给我查，是哪国研制出的秘密武器？大统领，根据通讯请求来了。通讯接通，按照盟约，3级文明的科技产品必须技术公开，谁指望无耻私造战舰还不共享技术？共享技术？你联邦燕国那么多技术也没建立共享呀？战舰不是你们稀缺的？当然不是。那会不会是联邦燕国的？开什么玩笑？就凭他们那种地方，既然跟你们无关，战舰此时位于我国领海上空，自然归我们管。这从我海底出现，难不成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战舰？立刻马上派人去和战舰接触。这很有可能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使者。记住，不惜一切代价留住对方，千万不要惹怒他。祖龙号检测到3个飞行物，对方发来无线电交流，是否接通？通讯。尊贵的亚特兰蒂斯使者，我们是贵曲忠诚的心，欢迎来到鹰亚特兰蒂斯。蓝星最领先的基地武器，
全部都出自这个燕国，对燕国潜在威胁最大。这是认错人了？我不是亚特兰蒂斯使者，我是 M78星云的外星文明。啊，这是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意志星球上的手表。大统领，这意味着他的来历可能远超我们的认知，他没有合作意愿。暂时没有。这里是蓝星，是人类的主场，他竟然不识抬举。对方的科技水平显然远超我们，直接对抗并不明智。或许我们应该采取更谨慎、更谦卑、更低头的姿态。恰恰相反，现在需要的是清晰的立场，不容置疑的底气。通知第一舰队保持阵型，务必邀请他来我国做客，否则……尊贵的来客，我们地区大统领邀请您前往燕国做客。我的目的地是燕国。东方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地方，他们都是野蛮人，甚至会觊觎您的战舰。对你做出不友好的行为。我们英国是蓝星上最和平发达的地区，劝您三思。最和平的地区，这怎么和我调查情况不一样呢？英国很强，被人诬陷也是常有的事儿。真的是这样？要不我将我们之间的对话全网公开，看看其他地区的态度。别在我面前污蔑我燕国，真当我是外星人？系统启动航舰全速航行，前方障碍全部清除。竟敢无视指令，强行起航！侦察发这艘战舰动力极强，却没有安装武器装备，这是一艘新世纪，没有攻击力，天然的可笑。他似乎对我们的武力一无所知。战斗机立刻开始拦截，绝不容许这艘外星战舰离开我国领土。能从大洋上空突破联邦英国封锁，这艘星际战舰不容小觑。只可惜我们无法与他建立通讯，不知是敌是友。你们密切关注战舰相关事情，调查其他区域的动向，同时全区戒严，务必保护百姓。将军，你快看！营长，我以联邦英国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将的身份命令你停止前进，改变飞行航道，降落在联邦英国机场。你只有1分钟的考虑时间，超过时间，我将采用武力压制。一个普通型世界，连武器都没有，别敢在我面前狂，没准我还能成为蓝星第一位击落外星战舰、捕捉地外生物的伟人。武力压制，那你们可别后悔。哪来的声音？这是空间传音系统突变。fuck！ 敢挑衅蓝星最强大的地区，你死定了！爱我，全力开火！这能量混沌，英国的导弹居然无法击穿，也给地外生物科技的强大一笔了。没见过完美防护吧？一群杂碎。连是导弹都打不穿，那是什么武断？大统领别急，我们还有400多导弹，你全火力调转。1号，所有放鱼能源全开，锁定目标空域。大统领，好在此国和南蛇国要求我们停火，2个卖艺小区，他们也敢命令我英国直接开火。共他们一离开你国境，继续攻击将引发区际冲突，思密达。而且你们已经结盟失败，现在该我们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统领，可以让他们是成功了，我们再去接受。他们敢反抗吗？好，交给你们，但愿你们有这本事。燕国也来电询问战舰详细与开火原因，现在才知道真是落后。继续封锁，顺便应付他们。燕国联盟还不配接触地外文明。明消息全面封锁，一点风都不透，完全是明晃晃的白痴。英国直接开火，看来真是外星文明。大统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的航线一直朝着我们，是要来摧毁我们吗？做好一切准备，不管来的是什么，都要接住。建造总龙号时，我还研制出了许多科技产物，
可控核聚变、能量护盾、纳米合金、电磁轨道炮。不知道这些产物，联邦岩国需要消化多久？南向国战斗机发来无线电交流，是否接通？联合封锁岩国联盟，也是罪魁祸首，没直接给你开一炮都算好的了。拒绝。联邦炮太子国战斗机发来无线电交流，是否接通？机关剽窃我联邦岩国历史的北区也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会说什么。接通。尊贵的外星使者，我联邦炮太子国欢迎你来我局境内参观游玩。去你区参观？你那里有什么著名景区吗？多少年历史？还是有什么特色风俗？尊贵的外星使者，我联邦炮太子国地大物博，名胜古迹不计其数。要论历史，我联邦炮太子国更是深厚，就说汉字5000年。那不是联邦岩国的文化吗？外星使者，您说笑了。汉字是我联邦炮太子国的文化，联邦岩国只是剽窃者。你还真敢说啊！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一炮平了你们废墟！污蔑我们，明明是他们联邦岩国剽窃我们的技术啊！外星使者一定是被他蒙蔽了，西门。大统领，要不我们还是谈判，这样没准还能挽回一下外星使者。看来你也失败了，外星战舰都快要抵达联邦岩国基地了。至少我联邦炮太子国和外星使者交流了，不像你们联邦南向国连交流的资格都没有。克隆莫的看见，难不成真让外星战舰在联邦岩国降落？无法，降落便降落，我们无法改变外星人的意志，还不能拿捏联邦岩国吗？这可是外星科技，理当技术公开。不错，联邦岩国想独吞外星科技，绝不可能。我们甚至可以联合施压，派科研人员过去，一同研究外星科技。杰克保护科研团队，派遣战士驻守联邦岩国。一旦外星人离开，立刻拿下联邦岩国。整整5年，这一次我回来了，带着狼人家跟彻底停止脊梁的东西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我要让联邦岩国的名字响彻寰宇，让觊觎者望而却步。报告，目标已进入我东海边境。不对，太安静了。联邦英国南区和北部都没有反应。若是好事，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；最坏的可能是，他们想将联邦英国变成与未知存在交锋的第一线，坐收渔利。我们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。传令：第一，所有作战单位立即进入1级战备状态；第二，核武库进入最高级别待命警戒，授权马由我亲自掌握；第三，命令特种部队立刻前往古都机场。这不是为了进攻，而是确保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的人民必须安全。至于我，安排飞机，我要去古都机场。大统领，您不能亲身涉险，这太危险了。我知道，但正因危险，我才必须去。我是大岩首脑，此刻我不只代表我个人，我代表的是这个地区万万人民的态度、勇气和尊严。来了。好庞大的战舰，这等战舰所拥有的科技，只怕远超蓝星。所有人就位！是个年轻人。您好，我叫叶安，是大岩古都人。今天我回家了。居然不是外星人，是联邦燕国人！怎么可能？联邦燕国那种落后地区，怎么可能研制出这种战舰啊？一个联邦燕国人，他从里面走出来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们的技术渗透，怎么可能一无所知？所以，我们之前所有的评估、战略推演、外星威胁论都成了一个笑话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这艘船，还有这个人到底拥有什么？他掌握了多少技术？立刻启动最高级别情报指令！我要知道关于叶安这个人的一切。联邦燕国人，从这艘战舰出来的是我们的人。
叶安，小兄弟，是我，联邦炎国公民叶安，我的身份证号是525289，身份编码吻合，是5年前百慕达失踪的5度级工程师叶安。你这艘战舰，它叫祖龙号，是我用5年时间在百慕达海底造的。今天我带着它回来了，因为我的祖区需要我。5年在海底一个人造出这个孩子，你这哪是回家？你这是给咱联邦炎国扛回了一座永不陷落的钢铁长城啊！回来就好。解除最高战备，全体敬礼。不得了啊！他还能醒来吗？像你驾驭他跨越重洋那样。他从未沉睡，也不会沉睡。祖龙号启动。大统领放心，一切有关大燕联盟的科技壁垒问题，我都有解决办法。这艘战舰不过是小试牛刀。传令，自今日起，叶安小兄弟及祖龙号战舰为炎国最高机密，泄密者以判区论处。现在护送叶安小兄弟与祖龙号战舰移往古都战区。天哪，这是怎么链接的？结构怎么承受压力？坏了又该怎么修？祖龙，展示基础结构。这船是活的，不是生命体，是智能材料的终极形态，能量与结构一体，自我感知，自我修复。那又该怎么使用它？语音指令、手动触控都可以。祖龙号有很强的辅助智能，这是导航。理论上，它可以去任何地方。这艘船有武器吗？祖龙号主要功能是深空探索和居住，武器吗？也是，若还能做到攻守兼备，未免太逆天了些。不过是2门电子轨道炮而已，威力还算不错。2门电子轨道炮，这太好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我们炎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超级武器了。这些技术每一项都能改变时代。李教授，记住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模仿它，而是理解它。您说的对，我会尽我所能把它们变成我们炎国能掌握的技术。根据间谍传回来的消息，那艘战舰的材料学能及输人工智能，没想到至少影响我们50年以上。更关键的是，技术来源不明。那个叶安5年前只是武动工程师，我们怀疑的得到了某种传承。你的意思是生命海域上面就有东西？现在的问题是，炎国间的保护器甚至很可能掌握了其他技术。我们很难去解决这一点，倒是不必担心。人类历史上不少英雄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同胞的窃窃私语和怀疑的目光里，让网络部门开始制造舆论。第一，公布叶安的真实身份，让人质疑他真的是5年前失踪的叶安吗？第二，一个人怎么可能造出这样的战舰？第三，这是全人类的技术突破，要求公开所有技术，接受区间监督，传出消息他是我英国的间谍。Showing， 炎国的网络安全科技不是吃素的。舆论一大，无论炎国如何解释，叶安只要看到消息就会感到不满，届时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拉拢他。一个人5年造星舰战舰，这比说秦始皇还活着都离谱。这东西一看就是假的，这家伙身份早就被扒出来了，是5年前失踪的一个工程师。去这个工程师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东西？这工程量，怕是少说都得近万人才行吧？要我说，这家伙就是个间谍。刚刚播放的战舰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种工程量，别说一个人5年，就算是50年、500年也造不出来。整个蓝星，众所周知，科技最强的就是英国，加之叶安消失了5年，我严重怀疑叶安身份有问题。为了东区安全，我们强烈呼吁必须对叶安进行最彻底的背景复查，并暂缓一切技术应用。炎国，连高纯度芯片都依赖进口的联邦炎国，配得上这样的神机吗？只有英国才可以。他们科技基础雄厚，实验室集群全球顶尖，经费不受限制。火候差不多了，民众的疑虑已经被点燃。接下来该我出场了。这简直就是污蔑！李教授，冷静点，我们正在处理。我怎么冷静？叶安兄弟呕心沥血，为敌区带回这样的屈指重器，如今却要遭受这种污蔑和猜忌，这对他是多大的伤害！必须立刻马上澄清！我建议召开最高级别的发布会，让叶安兄弟亲自出面，让全区人民都看看这位英雄的模样，也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已经决定召开最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。
只要拉拢大首领，让他为我更正权力，到时候我也可以在发布会上借题发挥。李教授是不是太激动了些？关心则乱。通知安全部门，发布会前后对所有执行人员，尤其是能接触到叶安和祖龙号的人员加强关注。新闻发布会，算了，先不管这么多。大研联盟的科技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，电力、热力、运输、机械、农业、科技，几乎各行各业全都在被针对，尤其是航天。航天卫星一直是联邦严国的短板，别人的卫星悬在我们头顶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下。好，那就先从你开始。系统的出现绝非空穴来风，太空航天，莫非这个世界真的有外星人？总算成功了。这款观测器制造升空后，只要信息内有异常，都能第一时间监测到。叶安小兄弟，我给你介绍，他们是核心科研团队的成员，你后续提供的相关技术，他们会参与首批研究工作。他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叶安大神，这么年轻，长得还挺帅。你们来的正好，这是刚研发的航天卫星模板面，一旦发射升空，观测范围不仅环绕全球，还能实时观测太阳系的异常动向。能观测整个太阳系的卫星，等等，这是操纵型全息投影技术，甚至还做到了细节分化。不止，还让人工智能进行了辅助，可以最大程度模拟现实的物理引擎。全息投影加人工智能模拟物理引擎，这代表我们进行任何方向的研究，进度和成功率至少能提升10倍以上。全息投影配合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超乎你的想象，而且这是祖龙号上除了聚变核心之外，其他科技的说明书和原理图。叶安大神，您好牛啊！境外那些人不是觉得我们的盾不够硬吗？能量护盾理论上可以偏转不显已知的所有动能，让他们看看谁的盾更落后，掐我们高端材料的脖子。纳米材料强度是现有顶级合金的5到10倍，重量却更轻，还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，用它造飞机、造战舰都会是另一种概念。这些每一个方向都是区气局界公认的未来50年的难题，你一个人居然在5年内突破了。叶安小兄弟，这一次除了让你认识这2位以后会经常接触的同事外，还有另一件事。现在外界有些声音不太对，但您尽管放心，第一区是绝对信任你们。发布会马上就会召开，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你是一个英雄。我对此并不在意，等严国真正站在世界之巅时，他们自会知晓对付。英国情报部长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李平平带进来的。英国进行了施压，加之这一次发布会是直播形式，人员检查并不够严格，全力调查李平平。英联盟的间谍全部就位。万事俱备，可以开始了。快看啊，那就是叶安大神，长得好帅啊！叶安大神，我是您的粉丝。你认一个间谍当粉丝，真够愚蠢。近期关于叶安同志及其带回的祖龙号战舰，社会上有诸多的讨论和议论。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发布会，就是为了回应此事。下面进入记者提问环节。叶安先生，资料显示，因5年前只是个普通工程师，请问你的知识储备和资源如何在5年内独立完成一艘星际战舰的建造？这位记者的问题，恐怕也是很多人的疑问。还有哪位朋友对此有疑虑，都可以举手示意。有传言说您是联邦英国培养的特工，战舰其实是英国联邦的技术，是真的吗？这么重大的科技突破，是否应该让全人类共同享有？什么嘛！要真是那样，叶安他怎么会不远万里回来？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泼脏水、扣帽子、唱高调。境外的舆论战这么多年没翻出新花样。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。严同志，说实话，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，当我亲眼看到祖龙号时，我的震撼无以复加，但更多的也是不解和担忧。李教授要替叶安说话了。我不解的是，如此庞大复杂的工程，涉及数千个学科、数万技术难点，你一个人要如何完成？不得不让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？
大新闻，大新闻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。李教授，你根本就是在胡说！没想到联邦英国渗透的这么深，连你这种级别的专家都成了棋子。你想说自己是天才吗？那谁不是天才？作为地区研究员的教授，我同样也是天才。正因为我是天才，才更了解这绝不是你能完成的。你才多大？从哪里学到那么多的科学知识？哼，说完了。好，就算卧底知识，材料呢？制造整个星际关键的材料从哪里获取？难不成是天上掉下来的？这一切只有一个可能，你是间谍，是境外势力派来的卧底。Oh my god！ 对，必须严查。不错，谁不知道域外势力科技全球领先？除了他们，也不可能有人能制造出这种星际战舰。为了区域安全，必须将沿岸关押。李萍萍，你这是在污蔑功臣，是在帮域外势力说话。有研究员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科学只认事实和逻辑。干得漂亮，李！继续施压，你到他自便，让他交代出技术来源的具体地点。叶安，请你回答我的所有提问。叶安大神，放心，我来解决。面对这种货色，犯不着生气。你们无非就是想问这艘战舰我怎么造的，用什么造的，凭什么能造？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先说材料，你有一句话说对了，整个星际战舰的材料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屠龙号使用的材料性能远超现有任何合金，你告诉我是掉下来的？我是在神秘海域的海底制造的星际战舰，众所周知，那是空难频发的地方，而我用的基础材料就是飞机残骸。不可能，普通飞机的材料顶多达到3级，星际战舰的材料至少5级起步。那是你们太笨，材料等级的提升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麻烦。你的知识呢？从哪里获取的？一，我足够聪明；二，我的确在坠落百慕达后获得了远古遗迹的知识。远古遗迹？简单说就是亚特兰蒂斯，当然那只是个小遗迹，知识获取完毕后，遗迹就自动毁灭了。他说谎，我们的潜艇刚刚抵达百慕达，海底只有正常的地质结构和少量近代飞机残骸，根本没有大型人工遗迹的痕迹。别特哪正确？叶安，故事编得很好，但你有证据吗？实物证据确实没有，但是谁告诉你造东西必须要用手一个个去打造零件？那还能靠什么？哼，靠什么？一个人干不了，但机器可以。我只需要负责最后的检查工作，其他的交给机械臂就可以了。都看到了吗？这只是视频，是可以伪造的。哼，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那么，请看窗外。这怎么可能？李教授，还有一点我不认同，你并不是天才，别说跟我比，比起天才的月儿，你都远远不如。你有什么出名的科研成果，居然敢在这里质疑我？我知道，今天在场的有不少人是从大洋彼岸来的，或是他的忠犬。你们带着任务来，带着偏见来，等着看我出丑，看我大燕联盟的笑话。我在这里明确告诉你们，也告诉全世界，我叶安是联邦延国人，我为自己是联邦延国人感到骄傲。在过去的时间里，在某些技术上是落后了，被人卡脖子，用技术封锁欺负，但我们从来没低头，从来没认输。今天我回来了，而且带回来的不仅仅是一艘祖龙号。可固核聚变，这不可能 ！Oh my god！ 他列出了什么？核聚变、量子通信网络，这些才是我真正要献给祖区的礼物，不是一艘船，而是一个全新的技术时代。至于你们，还有你们背后的主子，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联邦延国卡脖子的时代结束了。郑兄，
拿下他！所有人不许动，退后！哼，大同人先生，让你的人退开，我们只要他。绝不可能！立刻放下武器投降，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哼！你确定要赌一赌吗？在我区领土上挟持威胁我区公民和领导人，这就是你联邦英国的作风。对待强区，我联邦英国自然不会使用这种方式，但你们是吗？强区靠的是实力，靠的是科技，而你们小罢了。把它交给我们，作为回报，他为了研发出的成果，联邦英国可以考虑合理的专利授权费让你们使用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被你带回去，给你们当免费的技术劳工，你觉得我会同意？跟我回去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待遇和科研环境比你在这里强100倍。然后呢？把我的技术变成你们垄断的新武器，继续用来威胁我的祖区，进而威胁全世界。年轻人，我劝你最好少说几句，真惹怒了我，大不了杀了你，我一样能回去。是吗？我不信。激活个人护盾。什么？便是个人能量护盾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的底牌没有了，拿下他们！全都给我停下！听着，这座建筑周围我已经提前安置了炸药，遥控器在我手里。现在立刻撤掉你那该死的护盾，跟我们走，否则我按下按钮，这里所有人都要给我赔偿。你们这群疯子！选择吧，是让他一个人跟我们走，还是让这里变成几百人的坟墓？陪葬？就凭你手里那个小玩具？你不信？那我现在就引爆！左龙，激活蜂巢护盾，覆盖所有非敌方身份人员。这，现在你可以按了，看看是你的炸药厉害，还是我的能量护盾厉害。拿下他们！反抗者立刻击毙！是。开枪！开枪啊！这种护盾技术根本不符合物理定律。那是你们的技术太落后了。易安大神，你吓死我了！什么时候给大家都装上护盾的？从祖龙号进入领空的那一刻起，我就部署了防御网络。联邦英国情报部长，你现在涉嫌组织武装袭击、非法持械、间谍活动等多项严重罪行，带走。一群废物！13个人带着最新研制的武器，不但任务失败，情报元老还被申请。更麻烦的是呢，护盾技术，这意味着以后我们的武器可能打不穿他们的外壳，怎么办？那些投影出来的资料更可怕，核聚变、量子通信，要是真搞出来，我们在能源和通信上的优势就全没了。立刻开启经济封锁 ，Trailing， 让我们控制的基金公司把投在联邦英国的钱全撤出来，收集芯片、电脑系统、精密机器全断，亚洲和印尼、英国造科技都需要我们的芯片，开工厂要我们的软件，高级材料也得求着我们。封锁一开始，物价就会崩，会有无数的人失业，到时候他们老百姓就会发现钱不值钱了，工作没了，压力就会顶在头上。到时候他们只有2条路：硬扛，看着经济崩溃、社会动荡，或者向我们低头，或者指望夜暗突然编出芯片生产线，编出石油，编出整个高科技产业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是主动把人和技术送来，还是看着老百姓饿肚子，命运在大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！不是停电，那边楼里的灯还亮着。
老子车怎么被锁了？什么破车？老子才刚买1个月，自动驾驶居然突然失灵！指挥中心，中西路段发生大规模车辆故障，交通瘫痪，请求支援。怎么回事？我刚买的手机啊，怎么突然乱码了？这该怎么办啊？要不要去找叶安大神？叶哥给我们的帮助够多了，这种事不要去烦他。麻烦由我而起，自然由我解决。凌晨3点，所有软件全被远程停用，别说设计新芯片，连打开旧箱文件都做不到。库存的授权还能撑几天，等到期后，我们怕是都得停工。都别泄气，去休息，这里先交给我。叶先生，这可不是小问题，这些软件我们研究了10几年，还是很难。我需要一台干净的服务器，不连外网，再给我准备这些材料清单。这些都是很基础的硬件和开源部件呢，跟我们研究的软件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垄断了行业标准格式，而且有算法优化。这些问题好解决，只需重新定义一套更高效的方法。就比如，哎，我就说不可能吧。想自己定义算法，哪有那么容易？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优化了3个月才提升3%，也只用10分钟。剩下的你们自己可以搞定。这里的情况更糟糕啊！控制系统被锁，德局那边拒绝提供检索码，这条生产线价值8个亿，建得成废铁了。不止这一条，全场7条自动化生产线全停了。你真能搞定？区内机械臂并不差，只是精度不够。区产跟进口至少差了3个等级，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的。把算法优化，我们尽可能尝试。这我们知道，但改进需要时间，没个3、5年。用这套新方案，效率能提升35%。这些参数比我们现在用的进口件还好。神了，真神了！看来没问题了，找区内厂家按这个做，3天内先恢复一条线，1周内就能全部恢复。程序、算法、生产线都搞定了，现在就差材料研究。人手都分配下去了，但是叶安大神，这次咱们能挺过去吗？别小看咱大研联盟，这些仪器是我们花大价钱才买到的，结果现在连开机都不行。更气人的是，连维修手册都不给，摆明了就是要卡死我们的基础研究。叶安兄弟，我知道您本事大，但科研仪器不同，它需要极其精密的光学、机械、电子系统整合，这是几10年积累的差距。检测到研究难题，研究物料库加在启动中。系统给的文明知识虽然足够多，软件还是需要人力创造。诸位，给我3天时间。总算完成了。具体项目我都标记好了，解决方案和对应样本全在这里。你派人送给全区研究室吧，尽快降低英国科技封锁的影响。我的天啊，10几个一直被卡脖子的难题，你居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都解决了。过去半个月，经济损失已超1000亿，购置蒸发近万亿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这种情况持续，1周后将出现大规模停产潮和裁员潮。报告，全区60%制造业因系统封锁或关键零部件断供面临停工。军事上，大英联盟也在施压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我们辛苦建起来的产业链就这么被人掐断？要不我们先做一定程度的让步，暂时缓和一下，争取时间。让步？他们提的什么条件你没听见吗？销售业和祖龙号要我们签署协议进行赔偿割地，这哪里是让步，这是要我们跪下。几10年前，我们汽车、飞机都造不出来的时候，有人让我们跪下吗？没有。我们的先辈用算盘打出了武器，用锤子敲出了潜艇，用一代人的牺牲和奋斗挺直了脊梁。敌人想用更阴险、更现代化的手段再让我们跪下，你们说我们能跪吗？光有决心不够，我们要有办法，要有能立刻稳住局面、打破封锁的办法。无非叶安真能像变魔术一样，
一夜之间便注入了缺失的所有新技术，否则……报告各位，这些问题已经全部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？解决了。在过去的1个月里，叶安大神走访各个重要产业链，根据联邦烟国进行的技术封锁，已经完成了对应的解决方案。你说什么？全都做出了应对方案？大家请看。新的缺场控制系统启动成功，精度比原来的还好，兄弟们不用下岗了。新的信号处理模块太完美了，研究进度至少能加速3成。漂亮！10多个核心产业链恢复运作，联邦烟国经济就不会崩，便只剩下几个特殊工业链了。延安小兄弟已经将最大的难题解决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。是。延安那边一定让他注意休息，不能累垮了身体。他现在已经启动下一个科技项目了，就在卫星发射基地。什么？叶安兄弟，我还是想确认一下，您设计的这颗卫星功能参数真的没问题吗？全球无死角监测，包括太阳系天体，甚至还能屏蔽外界观测，这就算是联邦英国也做不到。卫星升空，你便知道了。启动吧。各部门注意，发射程序进入最后倒计时，3、2、1，点火！卫星分离成功，帆板展开正常，正在建立通信链路。这分辨率比我们之前最先进的侦察卫星还要高10倍，这直接实时拍摄图像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主动遮蔽系统启动，监测显示，部署在我区上空的17颗境外侦察卫星监控精度下降了95%以上，终于不用每时每刻都活在其他地区的监控底下了。监控问题解决，该去看看武器方面了。经济封锁不足1个月就失败了，那些替代技术到底哪儿来的？更严重的是，我们的卫星被干扰了，现在想要获取联邦烟国的情报，只能依靠内线了。够了，不能再让联邦烟国发展下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必定会动摇我联邦烟国第一地位。安排、封锁、渗透、威慑，既然常规手段没有用，那就用非常规手段直接打过去。这样可能会引发全面战争。全面战争，他们也配？就凭他们那些破铜烂铁！听着，从明天开始，把我们所有航母军舰全部开过去，把他们的海路彻底封死。驻联邦南向国、联邦炮台子国基地的所有空中力量和陆军立即进入最高阵备，随时准备进攻。可是，我们总得给他们个理由吧？理由要多少有多少。媒体在我们手里，我们说黑就是黑，说白就是白。如果他们反抗，动用那艘战舰呢？所以要快，趁叶安还没有把更多技术变成武器，立刻出击。48小时内，我要看到大英联盟的舰队把联邦烟国沿海围得水泄不通，我要让他们害怕。去吓唬联邦烟国，真没劲，还以为要去中东联邦呢。听说他们有个什么天才造了艘大船，正好，咱们去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海军。看我这次带着大公回来和女朋友求婚，他们的航母、飞机都是我们20年前淘汰的货色，还不是一碰就碎。不错，估计他们看到我们的舰队腿都软了。全体注意，战斗准备，飞行员就位。战士们，这次任务很简单，去联邦烟国的土地上走一走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陆军。旅游去了，带点纪念品回来，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。叶安大神，
根据您的图纸和指导，集中全区力量，历时1月，终于完成了这个超电磁轨道炮。但它的理论量输出相当于1枚大型核弹头，这真的安全吗？放心，标记靶区吧。靶标确认，充能结束，随时可以发射。发射。这威力，什么坦克，什么航母，在这种力量面前，都和纸糊的一样。还不错。检测到联邦严国当前工业、科技、军事都已提升。检测到联邦严国当前工业、科技、军事都已提升一个阶段，获得奖励：歼星号设计图。联邦英国战略轰炸部队已进入24小时警备。联邦英国的军事力量已经部署完成，是最大规模的武力集结，而且明显是指向我们。欺人太甚！各位，我知道这话不该说，但我们好不容易在经济战里喘了口气，工业刚刚恢复，一旦开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联邦英国的要求是交出叶安和所有研究成果，同时我区需要接受联邦英国驻军，绝不能答应。可如果不答应，战争爆发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为了一个人赌上区域，值得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还记得叶安小兄弟是如何回来的吗？为了报效祖区，在百慕大一人独自面对联邦英国，联邦炮台子国，联邦南向国的围追堵截，硬生生冲了出来。结果我们现在要把叶安小兄弟交出去。今天我们交出叶安，明天他们就能要求我们交出更多的人才，交出我们的主权。通知全区进入最高戒备状态，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祖区的每一寸领土、领海、领空。同时给联邦英国回信，告诉他们我联邦英国不接受任何威胁与讹诈，外邦敌人虽远必诛。联邦英国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叶安及非法所得技术，你们的沿海防线将化为齑粉，这是最后通牒。就凭这几艘老掉牙的驱逐舰、一些安防炮和可能过时的反舰导弹，这就是他们反抗的底气。指挥官，轰炸机群已经就位，真希望他们能硬气一点，让我们活动活动筋骨。整天演戏都快生锈了。告诉他们，倒计时还剩10分钟，每过10分钟，我们就向无人区发射1枚导弹。可恶，我联邦严国，只要他敢开第一炮，老子就是跳海游过去，也要干死一个。再我一个。听到了吧？他们居然说要游过来，真是要笑死我！这种落后地区也想反抗我联邦英国，真是找死！还有52分钟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撑多久。叶安兄弟，这群王八蛋进入最大射程了。很好，怕就怕他们不来。校准目标，锁定敌方航母群核心，开始充能。目标锁定，充能开始，充能完成，随时可以发射。让他们永远记住今天。发射！还有最后10分钟，给联邦英国下达最后通牒：要么灭区，要么救人。啊，那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早点开炮解决了算了。争取在1个小时内结束吧，我还准备回家吃饭呢。那是什么光？怎么可能？
这是什么武器？这是经济一起，我们的航母便被直接摧毁。若是陆地上也有这种武器，那我们的陆军要如何抵挡？又来了！不好，快退！全部撤退！让陆军全部撤退！迅速撤退！国防海军部队已被对方高科技武器一炮歼灭。My God！ 什么鬼东西？一炮轰碎航母！掉头！快掉头！逃离这里！快跑 ！Fuck！ 海军已经败了！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还没赶到，航母都被摧毁了！这是新闻中说的肉军？放屁吧！报告，目标确认摧毁，其余敌舰正在全速脱离最大射程区域。敌军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后撤，他们的坦克在掉头，我们赢了！好，太好了，一炮就一炮，我们就战胜了联邦英国。还是太危险了，我们的时间太少，1个月的时间，只做出来1台超电子轨道炮，联邦英国只是被吓到了。若他们选择殊死一搏，等我们第3次冲能结束，沿海城市怕是已经都沦为废墟了。叶安兄弟，您的意思是我们接下来全力研制超电子轨道炮？超电子轨道炮太依赖固定阵地，机动性和射程受限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移动式轨道平台。您是说，能把这种威力的轨道炮装在车上或者船上？还有更重要的，我要设计出一个全新的武器，一个远超核武，能彻底把这些人全都打怕的武器。我将其命名为歼星炮。你们重心放在歼星炮上。明白。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太好了！叶安这小子真是咱联邦严国的福星。值了，能看到咱们的武器这么猛，死了都能笑着闭眼。都听着，这件事必须让全区老百姓都知道，让全世界都看看，咱们联邦严国不是好欺负的。马上把这场战斗通过所有渠道放出去，要让每一个联邦严国人都看到咱们打赢了。咱们的英雄叫叶安，让之前质疑叶安的那些人全部闭上嘴。今天上午，我去战士成功击退某大区武装挑衅，请看现场画面。报告，目标确认摧毁，其余敌舰正在全速脱离最大射程区域。好，打得好！祖训万岁！犯我联邦严国者，虽远必诛！好啊，咱们也有这么厉害的大炮了，孩子们，你们再也不用怕了。爸爸，我长大也要造大炮保护联邦。好儿子，有志气，向叶安大神学习。经过天梯战舰智能体扫描，不远处有一颗生命体异常活跃的星球。叫什么名字？正在检索中。回答主任，名为蓝星，所存求的生命体征活跃，适合做生命体培养皿。很好，向蓝星全速前进。叶安大神，炼结石能量护盾试验成功了，可以完全笼罩城市，再也不用害怕导弹袭击。叶安兄弟，不好了！卫星监测画面中，太阳系有东西闯进来了，速度非常快。外星战舰，这速度最多3个月就能到蓝星。外星人能判断是敌是友吗？无法判断，但将性命寄托在对方的善意上更愚蠢。通知大统领召开紧急会议，同时暂停所有非必要项目，除歼星炮外，其他武器的优先级后移。好。根据轨道测算，他们的速度远超我们现有航天器的极限，被动等待不是选项。我提议启动长城计划，全民基建。但问题是，即使倾尽所有工厂产能，材料缺口仍达40%。
更需要至少3000万熟练师傅同时作业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疯狂。等等，叶安小兄弟，诸位，数字都听到了，我想知道这可能吗？工业基地可以转型生产特种合金，产能提升方案我们已经预备了3年。建设兵团刚完成巨轨工程，200万师傅与重型机械可随时转场。3000万人力，如果启动我之前备好的实训体系，这个数字4周内就能到位。叶总工，你只管告诉我们该怎么建，人的事、物的事我们解决。没错，叶安，天要塌了，我们一起撑起来。误差必须控制在0.01毫米以内，接口偏差哪怕1丝，整个能量场的稳定性就会下降。老张，你都连续盯了18个小时了，下来喝口水，换我上。城内有多少人生活？早一天把能量塔建好，他们就多一份安全。这任务既然交给了我们，就必须要全力以赴。报告，地基校准完成，总进度已达82%，兄弟们加把劲，争取3天内完成建成。出炉准备，都打起精神来！这炉钢水是要浇筑成炮管的，不能有丝毫杂质。稳住模具，冷却液准备。速度要是慢了1毫，整根炮管就废了。好样的，又一根炮筒成了。兄弟们辛苦了！18号炮体锻造完成，19号炮基座开始浇筑。看见这缝没？得用特制的流体金属点，要填得平平整整，不能有气泡。您放心，地区交给我们的任务绝对不会有半点闪失。我们负责的这500米，保证是最牢固的一段。还有1个月，而我下达的任务已经全部达标了90%。这就是我国的凝聚力，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检测到联邦研国当前科技军事都已提升1个阶段，获得奖励太空基地设计图。太空基地设计图包括太空电梯、反动力阵舰、纳米材料等相关配套设施设计图。在蓝星内守怎么够？蓝星也是我的家园，不容侵犯。一切来敌都得尽数诛灭在蓝星之外。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？动员全民进行基建，甚至都放弃了经济。难道他们是在制造什么秘密武器，想要对我们出手？我们的太空望远镜发现地外文明。外星战舰。根据计算，最多半月它就会抵达蓝星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联邦英国、叶安，他们是在防这艘战舰，他们早就知道了外星人要来。叶安再厉害，他也只是地内低级文明科技，但这艘船是真正的地外文明。大统领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们的机会来了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们可以和外星人合作。这太危险了，危险！哼，任由叶安发展下去才叫危险。只要外星文明随便给点技术，我们就能轻松碾压叶安和联邦英国。到时候蓝星还是我们说了算。马上准备派我们最好的飞机和飞船在太空航线上候着，记住绝对不准开火，要表现得友好。万一外星人连我们一起打呢？赌一把。叶安，笼罩整个联邦岩谷的能量塔已经建好了。
能量护盾已充能完毕，是否启动？启动。不错，防御工程已经搞定了。检测到联邦英国多架飞船离开蓝星。联邦英国这是把最先进的飞船都派出去了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去跟外星人打招呼？不是打招呼，是去投靠。打不过我们，就想找外星人当靠山，回头来对付我们。他们疯了吗？外星人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就贸然暴露蓝星的情况，这不是把全人类往火坑里推吗？既然如此，就让他们去当这个出头鸟吧。我们正好看看这外星来客究竟是什么态度。来了！我们的雷达完全检测不到他们的技术层次，完全碾压我们。他们的飞船表面能吸收雷达波，我们的技术根本无法锁定他们。就是现在，按照计划发送最友好的问候信号。无线电通讯无反应，激光通讯无反应，而静止信息传导无反应，数学物理符号信息传导无反应。看来只能试试语言了。你好，这里是蓝星联邦英国，我们无比热爱和平，我们愿意提供蓝星危险势力情报，我们渴望与高等文明建立友谊。误会，一定是误会，一定是外星人听不懂我们的语言，以为我们存在敌意，立刻用所有广播强调我们没有敌意。啊！科技等级0.72，文明指数极低，一群刚刚诞生文明的蝼蚁。弱小的生物没资格拥有和平，根据重组星际联邦协议，非重组文明体可以清除。怎么会？上帝呀，我们是不是都要死了？蝼蚁们，你们所在的星系是虫族领地，如今你们有2个选择：接受精神印记，成为虫族的奴隶，或者死亡。选择吧，是死还是活？投降吧，至少能活着。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愿意努力。成为你们的奴隶，我绝不接受！将可测核弹全部发射！嘿！真是原始的力量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高等文明的毁灭力量。登港全世界，我接受所有条件，我们认输。报告，联邦英国、联邦南向国已宣布投降。这么快，看来真不是一个量级。报告，108座接近炮已自建完毕，一切运转正常，随时可以启动。好，歼星炮开始充能。
没想到还真有外星人，所以说叶安先生是真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半年就让我们开始建基地造武器，不像其他区域，如今只能等死。全体注意，护盾启动，瞄准卫星在电，电信炮准备充能。是。18号歼星炮台已充能完毕。22号电信炮台已充能完毕。47号、18号电信炮台已充能完毕。88号电信炮台已充能完毕。好，那就让他过来。这是最后的仁慈，本是联邦炎国想见证毁灭吗？不管你是哪一方文明势力，我只回答你一句：炎国疆土不容侵犯。护盾全开，歼星炮锁定。能量护盾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惊讶的时间。所有炮台齐射。1级巅峰能量，这不可能！干得漂亮！我们赢了！报告，108座歼星炮已自检完毕，开爆后设备精度达99.99%，并无明显故障。检测到联邦炎国武器成功摧毁6级地外文明舰船，获得奖励科技文明跃迁大礼包，包含7级文明的全部知识。终于出境了，7级文明的全部知识。这一次我们虽然赢了，但蓝星已经暴露。外星人的话你们也听到了，我们所处的星系乃是虫族领地，接下来我们将面临无穷无尽的星际战舰。被动防御永远是下乘，我们要做的是主动进攻，至少下一次大战不能再发生在蓝星内部。太空基地方案正式启动。你需将联邦炎国最尖端的一批天才人员都召集过来。是。将此事汇报给大统领。接下来，我们同样需要全区上下齐心协力。是。根据系统的提示，虫族只是6级文明，但却是完整的6级。我如今虽然有7级的知识，但蓝星的整体文明却连1级都不到。缺少时间呢。疯子，联邦炎国人都是疯子，他们摧毁了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境外文明明明给了我们机会，虽然是作为附属种族，但至少能延续文明火种。立刻联络各区，一同发布声讨。联邦炎国只是将全人类都夺入了决定，必须要让他们交出那种超级武器，由我们共同掌控，才能应对接下来的危机。联邦炎国擅自摧毁地外舰船，彻底断绝人类与高等文明和平共处的机会。你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？联邦炎国想当英雄，为什么要让我们所有人陪葬？交出技术，不然你们就是全人类的罪人！交出技术。首先，我要纠正个错误：地外舰船的到来不是为了和平共处，而是为了清理和奴役。至于道歉，向谁道歉？向已经跪下去，并想拉着所有人一起跪下的投降派吗？哼！你们想下跪是你们的事，但联邦炎国办不到。我们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太空电梯缆索强度已经达到极限了，这是材料问题，去材料部。最新的纳米石墨烯复合缆索已经研制出来，可以尽快生产。太空基地雏形已经完成，太空电梯轨道也已连接，预计1月内就可完成。历时7个月，最难的这一步终于完成了。是啊，多亏了你提供的那些知识，说是放在以前，太空电梯这种事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太空基地雏形已成，让防卫建步加速吧。我要在建成当日看到联邦炎国的星际防卫舰群一同出现，一定完成任务。Oh my god！
太空电梯、太空基地，这规模比区间空间站大上千倍万倍。不止如此，根据内线模糊情报，联邦燕国还同时推进了数个阶段项目，包含能源、量子、基因、武器。他们是真的不害怕外星虫族，所以才有第7击毁外星舰船。他们一定从击毁的外星战舰残骸或者夜暗之前得到的传承里，拿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。立刻和联邦燕国发起通讯。联邦燕国作为目前技术最领先的一方，有义务将科技与全人类共享。一旦掌握了联邦燕国的技术，我们也不需要再惧怕地外生物了。狂妄自大，正因为击毁了一艘外星破烂，他们就是蓝星主宰了。既如此，那就只能用最后手段了。最后手段？跟我来。这难道是？不错，那艘外星战舰不是所有的碎片都化作齑粉了，我得到了其中最大的一块残骸。我本想着自己研究，但进度太慢了，而我们要有自己的底牌，不能全指望联邦燕国。放心，我立刻将高级科研人员全部招来。确认了，这块残骸不是普通装甲，它是外国战舰的武器模块，虽然严重受损，但结构奇迹般的保存了部分完整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复刻外星战舰，瞬间磨灭一个城市的那种武器。理论上是的。理论？我不需要理论，我需要确切答案。应该能复刻外星战舰的武器，只要能提供足够强大且稳定的能量源。能量源至少需要一个小型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能量输出。可控核聚变，目前除了联邦燕国，没人能做到长期稳定运行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使用一次，我们只需要它成功一次就够了。联邦燕国现在的科技全放在太空中，不希望让蓝星内遭到破坏，正好给了我们机会。一旦外星虫族舰队大规模抵达，联邦燕国注意力全放在太空的战斗上，就是我们出手的时机。叶安兄弟，1号天梯已完成最终调试，一切系统正常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走吧，去看看我们的新家。好美，这就是从太空看蓝星的样子吗？所以，才更不能让战火烧到我们的家园。欢迎叶安大神，太空基地1期工程已全面投入使用，目前常驻人员30万人，各项科研设施防御体系运转良好。很好，比设计图上的效果还要出色，做得不错。星际舰队如何了？叶安大神，请看。不错，总算有了点样子。防御阵列、动力系统、无系模块都测试过了吗？全部通过实战模拟测试，舰队已初步形成战斗力，可以执行轨道防御、深空巡逻等任务。干得不错。报告，侦察卫星发出预警，就在刚刚，有不明战舰群进入观测范围。与之前被击毁的虫族战舰高度吻合，但数量难以估算。有推算出具体时间吗？有，按照外星战舰群当前的行驶速度，1个月内就能抵达我们的攻击范围。从现在起，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是。成功了！我们终于成功将不可控核聚变能量导入了外星武器模块，第一步成了。接下来只需要不断充能。充能需要多少时间？至少半个月，毕竟我们当前能捕捉的能量太少了。半个月嘛，外星战舰应该没那么快到。毕竟我区太空望远镜还没有观察到可疑飞行物，迅速充能吧。既然你不愿意共享技术，那就别怪我硬来了。
上帝呀！这么多，开玩笑的吧？联邦燕国的舰船，在他们面前恐怕是就跟玩具差不多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联邦燕国那所谓的太空基地，怕是开战一瞬间就会被摧毁。不一定全完了。联邦燕国肯定打不过，但他们的技术却不一定没用。短短1年时间，联邦燕国已经发展到如今的地步。若是再多几年，谁胜谁负还不好说。你的意思是，联邦燕国所掌握的科技，极有可能并不比虫族弱？对，他们差的只是时间而已，但他们没有时间了。而我们还有执行原计划，在他们和虫族战舰交手瞬间，击碎联邦燕国能量护罩，抢夺科研资料，就让他们在上面成长，我们在下面全力发展。等到最后，才由我们来拯救世界。联邦燕国还得感谢我们帮他呢。对，立刻出发。南区和虫族这里，所有单位听我号令，开炮！联邦燕国为了保护蓝星，正在和外星虫族大战，而我们却又来偷袭，这真的对吗？这不对，但我们是战士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。到了，开始行动！做好突击准备，一旦护盾被撕开口子，城墙被轰破，务必在5分钟内潜入燕国。是。武器载具充能90%、95%、100%，锁定目标，发射！这居然连护盾都破不开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不可能，那可是外星武器，怎么可能连个能量护盾都破不开？这能量护盾到底是什么级别？他们这1年到底造出了什么怪物？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等死呗！报告，有人偷袭联邦燕国边界防护带，失败了。偷袭？哪方的人？武器能量分析与之前被击毁的虫族先遣舰副武器模块吻合，地面部队识别来自联邦英国特勤小队。这群败类，外星人大军压境，他们不想着并肩作战，竟然在背后捅刀子。跳梁小丑不止一提，我们的能量护盾如果连那种残次品都挡不住，那这1年的建设才是笑话。不过，既然他们选择了在这种时刻背叛，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空出1台歼星炮，锁定联邦英国坐标，开炮吧。是。完了！好，快点逃！至少要逃到联邦燕国舰队彻底被外星虫族灭亡之后才能出来。对，联邦燕国绝不会放过我们，但外星虫族没准还愿意奴役我们。只要联邦燕国灭了，一切都好说。不错，而且联邦燕国怎么可能打得过外星舰队？我们不用多多少时间的。战局怎么样了？我们的战舰搭载了最新的能量护盾，外星舰船的攻击很难破防。不过，还是有2艘战舰被毁。怎么毁的？是外星虫族的母舰发起的攻击，能量强度太高，超出了能量护盾的承受范围，这才被击毁。所以，只有外星虫族的母舰才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吗？看来是我高估他们了，终究只是6级文明，而我掌握的
是7级文明的科技，虽然时间短，制造的武器不多，却也是降维打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结束这场闹剧吧！通知联邦燕国指挥部，108座歼星炮全力充能，瞄准外星母舰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是。打扫战场吧。另外，通知蓝星上所有活着的势力，告诉他们危机暂时解除。该死！这见鬼的冰窖究竟还要多久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不用等别人来抓，自己就先变成冰雕了。应该快了吧？我算了算，都快10个小时没听到他的动静了。也许真的打完了。200居上，对，最好是200居上。闭嘴！你那张乌鸦嘴！我们落到这种天地，跟你们南区那些破烂装备和迟缓反应也脱不了干系。现在说这些，当初是谁第一个联系他们，说这是潜在南方重新洗牌的机会？蠢货！蠢货！说了多少次了？进出要勤要快，要保存热量。你想害死我们吗？结束了，打完结束了，真的结束了。是他们赢了，对不对？联邦燕国被灭了。他们的舰队正在清扫战场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么多，那么强大的虫子，怎么可能？战斗结束了，虫子清理干净了。现在，我们该来谈一谈如何处理你们这2对人族叛徒了。